大家好，我是李灿。我视频的订阅人数终于破5000了，能得到更多朋友的这一个认可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所以呢，为了纪念一下，我决定做一期 Q&A 上星期的时候呢，我在社群里头以及我自己的微信群向大家征集问题，结果好多朋友都向我做出了提问所以呢，今天我就挑选了一些有趣的、有用的、有启发性的问题一一作答。那么咱们开始吧。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你在字幕里写着大家好，但是听起来却像是大好？其实这个问题好多人都问过我有些朋友说为什么你的大家好听起来像是大鸭袄这其实是我的一个吞音现象，大家好，大好。因为在所有语言里任何母语者他在现实中说话的时候都会说快，有吞音的现象、连读的现象等等中文其实相对还好，但是呢，我这一句就是自我介绍开场白这句话我是故意这样说的。大家好，我是李灿，就是特别快，是为了和别的这些 YouTuber 有一定的区别，让大家更容易的觉得，这个老师不就是那个大家好说大好那个老师吗？是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特意设定的其实在中文里头有一个音特别是在北方在日常生活中通常都会说的特别快，就是我是李灿，这个我是的是读快就是我是李灿，把这个是变成日，以知吃诗开头的这些字儿，很多情况下都可以省略成日。比如说多少钱，多少钱。下一个问题，中国小孩从小到大都看哪些书？可以是关于语言的、文化的、历史的、诗歌的等等。其实中国小孩掌握这些东西，比如说语言文化、历史、诗歌等等都是在上学的时候掌握的，学校里会教，课本里会有当然有些孩子他会在课外还去读书，很多孩子在课外根本不读书所以我们从小到大学的这所有知识基本上在课本上都有。如果你对这方面特别感兴趣，可以去专门找一套这个中国小学生、初中生的课本看一看，肯定会有收获的。下一个问题，如果一个人的听力水平在中下级，该如何进行突破？大概需要多久呢？其实我之前说过，这大概就是一个瓶颈期的问题。你在中下级想往中级这个突破的话，你就需要加码。加码的方法呢，我觉得是大量的去听，因为你现在相对还是处在比较低的层次中下级还没在中上级或高级，所以这个时候我更建议的是精听。然后呢，听力材料呢就可以是比你现在水平能高一些的，可以是中级的，甚至是中上级的，但是不要太难。太难的话，人会特别容易失去信心。要是比你现阶段的水平高那么一点点你把它克服了，你就会相当有成就感这就像我们玩游戏的时候，为什么喜欢去打关呢？它就是有一点点难度，然后刺激你去做。要是完全不难，那就没有意义。要是太难的话，我们就特别容易放弃。所以我的建议呢，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内去精听，反反复复去听。最好还是把你听的东西写下来进行听写，听写有助于你去记忆，同时这些词儿在你脑子中不断记进去之后，你积累的词汇量越大之后，其实是同时有助于提高你的听力水平的。很多时候听不懂它不只是因为你耳朵没有适应中文的节奏等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词汇量太少了。至于要多久这个因人而异，每个人都不一样，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下一个问题，中国小孩会通过什么书学习语法等等知识？其实这个问题和上个问题特别接近因为中国小孩所有学的东西，包括语法都是在学校学的，都是通过课本学的。但是你要明白，中国的小孩他是母语者，他从小接触的东西就比你多得多。所以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学习中国小孩学习的东西，你应该从自己的情况出发我觉得如果你要学习语法的话，最好还是找一本针对外语学习者的这么一种语法，这种书应该挺多的。不过我觉得大家学习中文语法的话，不要学习太高级的语法，其实没有必要，你学习一些初级语法，打下一个框架就行。
其实更多的语法点、知识点，我觉得大家应该通过不断去阅读这个中文材料以及接触中文材料啊，听的都可以。通过这些不断去接触之后，然后你再慢慢一点点通过这个上下文等等进行掌握，不要去孤零零的记这些语法点，特别是比较高级的语法点，其实没有必要，你记下来你也不会用。下一个问题，你和你老婆的老家都在哪儿？谁更能吃辣一些？我呢现在生活在西安，就是我老婆的老家了，所以我老婆呢她是西安人，而我自己呢之前在一期视频里也提过，我是浙江省龙泉市人。我老家龙泉市呢是以青瓷和这个宝剑闻名的。大家看我手上这把宝剑啊，这把宝剑的样式呢其实是汉朝时候宝剑的样式，它没有开封的，所以手可以放到这里，不会划伤啊。这把宝剑挺有意思，这把宝剑当时我儿子出生的时候呀，我爸从老家寄过来的。因为呢我们这边有一个说法，就是小孩子晚上睡觉睡不踏实，可以放一把宝剑到床底下，然后呢孩子呢就能睡踏实了，感觉有辟邪的作用啊，所有妖魔鬼怪都不敢上来了。至于吃辣呢，肯定是我老婆更能吃啊。我以前上大学之前是从来不会吃辣的，我和我老婆都是在重庆上的大学，重庆那个地方以辣闻名啊，我也是在重庆学会了吃辣。不过这几年到西安之后，感觉吃辣的本领退化了，因为虽然西安这边也吃辣，但是不是那么辣，是主要以香辣为主啊。下一个问题刚好是和上一个问题相关的，就是能不能谈一谈西安啊？西安呢是中国的一个古都，它大概类似于这个意大利的罗马，就是年代也非常久了。然后在西安呢，曾经有13个王朝在这里建都啊。其中最有名的应该是汉朝还有唐朝，但是呢在唐朝的后期啊，因为中国经济整体向南移，特别已经移到了这个长江流域那一块，所以后来啊它的荣光不再，就再也没有当过中国帝国的首都了。不过确实因为有特别深厚的历史啊，所以有人说如果想看古代中国，那么你就一定要来西安。西安呢它同时也是一个旅游城市，是一个美食之都，大家要品尝中国西北部这个美食的话，西安肯定是首选。然后西安还有特别正宗的清真食物。至于旅游景点，最有名的肯定是兵马俑嘛，但它离西安市区还是有些距离的。西安城里的话，比较有名的一个像这个大雁塔，还有西安城墙，还有一个曲江池，都是特别有名特别好玩的地方。下一个问题，怎样的学习方法是最有效的？是一直用一种方法，还是不断尝试不同的方法呢？而且每个方法使用多久啊？我觉得学习语言的话，它需要一个持久性啊，特别是在某一个阶段内的持久性。如果你在这一个阶段内不断去换方法，然后你之前做的好的东西都会前功尽弃，感觉所有东西都需要从头开始。所以呢，我是不推荐大家在短期内不断换方法的，让这个方法用的持久一些。但是就像我之前说过，学习语言，特别像学习中文啊，它是特别容易遇到瓶颈期的，一个阶段就会遇到一个瓶颈期，然后在瓶颈期的时候你需要加码，然后调试一下，改用新的办法，或者在突破了这个瓶颈期之后，可以选用另外一个方法，然后这个方法它肯定是更适合于你现在这个阶段的。所以我的建议就是在不同的阶段可以采用不同的方法，因为你这一个方法适用于这个阶段，未必会适用于另外一个阶段。至于说每个方法它到底需要多久，我觉得还是因人而异，没有一个定数啊。下一个，中国最有名的啤酒是什么牌子的？应该是青岛吧，不过好像每个地方它都有当地的这个啤酒牌啊。就像我当年在重庆上大学的时候，我重庆的同学们都好像特别喜欢喝一个啤酒牌叫做山城的，他们说夏天的时候吃火锅然后喝山城啤酒是绝配。下一个，中国人自称呀有5000年的历史，但是其实是没有证据的，你怎么看？我之前也没有特别在意啊，就是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学的都是上下5000年这样，我后来去看了一下，确实从夏朝开始的话其实才4000多年，
但是这个夏朝其实还没有这个考古证据证明它曾经存在过。所以说中国人这个5000年应该是从黄帝开始的，而它的根据在哪里呢？根据应该就是中国2000多年前的汉朝时候的这个历史学家司马迁写的这个《史记》。《史记》呢就是从黄帝开始的，而那本书后面就成为中国古代历代文人必读的一本书，所以这个概念肯定就是一代一代传下来了嘛。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点原因，就是中国人喜欢用夸张的说法。5000年呢，它未必是一个实数，可能是为了凑一个整数啊，听得好听一些，也有可能。下一个，中国人是怎么考驾照的？对，中国人考驾照一般要到专门的这个驾校里去学习一段时间，学完之后呢，它有3个科目要考。科目1就是理论知识，科目2呢在场地里头考，科目3呢在路上考，也叫路考。只有这3个都考过了之后，你才能拿这个驾照，然后你才能上路。下一个，中国是什么时候开始有声调的？这个问题我查了一下，好像是有一些争议的，但大体上其实问题还是不是很大啊。因为从上古时候开始，中国就有文字流传下来，而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有声调的。至于原始汉语啊，因为没有文字流传下来，所以也没法确定。其实我觉得汉语神奇的地方就在于，虽然几千年都过去了，我们现在仍然能读懂古人写下的文字。虽然发音啊、声调等等有很大的改变，但是假如让现代人和古代人在一起，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文字进行交流。而且我们中国人从小在学校都会学习古文。下一个，怎么说怎么写地道的中文？这个问题其实应该针对的那些就是自己感觉自己写出的中文或者说出的中文啊，被自己母语影响特别深的同学啊，好像很难改的样子。其实啊，从我的角度看来，这有2点可以进行改进。第一点就是你得了解一下中文的特色。中文相对别的语言而言，它是以简短为上的。什么意思？就中文它喜欢用短句子，不偏好长句子。其实很多时候这个连接词都可以去掉，因为中文的句子它其实是一个义和的句子，很多中文的短句子它放在一块，甚至其中没有连接词，只要它其中内在的这个意思是有逻辑的，就可以存在。所以很多情况下我们中国人喜欢说短句子，这个是大家可以进行改进的地方。第2点呢，就是要多接触母语者所写的所说的材料。其实有个事情挺奇怪的，就是一方面啊，你很难达到母语的级别，但另外一方面啊，你通过去模仿好的语言材料，你甚至可以说的写的比中文母语者更好，就是比一般的中文母语者更好。下一个，为什么同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实现了现代化，而古巴和朝鲜没有啊？这个问题其实我了解不是特别深，但我觉得有2点啊。第一个就是经济发展，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之后，以经济为主啊。因为我觉得任何国家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经济问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了经济基础，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第2点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它有一个特点，就是持续性。他从第1代开始就有一个个长久的计划，而不是通过因为换了政党之后，他的计划就打水漂了，要从头开始。所以就算换了国家领导人，换了领导班子，他都可以继续前1代他们没有做完的事情，一直接着这样往下做。所以呢，它是长久的持续的发展的。下一个，你去过别的国家吗？其实我没怎么去过别的国家啊，就是蜜月的时候去过马尔代夫，后来还去过巴厘岛。当时在巴厘岛度假的时候，还被误以为是从雅加达来的本地人。不过我心中有几个地方想等疫情结束后呀，带我的家人去玩。近的呢，就像日本呀、泰国呀。因为我现在在群里认识了几个越南朋友，所以我也想去越南转一转。还有俄罗斯，俄罗斯是我一直特别想去的一个国家，因为我特别喜欢俄国的一些作家。还有欧洲的话，就是北欧的几个国家，还有像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等。还有之前一个朋友在我下面留言和我安利了一下德国，我现在倒是感觉挺想去德国也去转一转的。当然还要去英国和美国，因为我之前毕竟是学英语的嘛，肯定想去看一看。下一个，你认为诸葛亮能操控天气吗？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很多人可能看过《三国演义》啊，看过其中一个场景就是诸葛亮借东风嘛，对吧？其实这是小说写出来，电视拍出来的嘛，为了效果。《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有点像鲁迅说的多智而近妖，什么意思？就感觉太聪明了，有点违反常理啊，感觉像妖怪似的。而且在历史上，诸葛亮他更多是一个政治家，而不是一个军事家，他并没有那么高的军事才能。当然小说啊电视剧啊完全按照历史来写来拍的话就没什么意思了，对不对？最后一个问题我觉得挺有趣的，就问你吃过小麻雀吗？是一种德国面食啊。我专门去查了一下，这个食物在德语里头叫 Spätzle， 而在维基上它的翻译是德国疙瘩汤疙瘩汤是中国一个典型的食物，后来有发现看了图片啊，确实特别特别像。疙瘩汤我是吃过的，但是德国疙瘩汤我没有吃过。不过要是以后能去德国玩的话，我肯定要去尝一尝。好了，以上就是所有问题。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点赞评论。那么下次再见喽。